食为天，我们每个人就是一颗种子，给自己好的养分，自然长得好。在网络上存在着许多餐厅探店、烹调食物与各种饮食分享的讯息影片。你在接收这么多讯息的同时，会好好想想你每一天每一餐的每一口吃进了什么东西吗？我们饮食中呢有3种物质可以提供我们能量，分别是碳水化合物、蛋白质与脂肪。那这3种物质中呢，有哪些是我们平时会摄取过量的呢？给你3秒想一下。抱歉，不小心睡着了。我的 MBTI 是 IFAS Instantly Fall Asleep， 好不好？不好意思。答案呢是碳水跟脂肪。为什么只有蛋白质例外呢？首先呢，什么是蛋白质？蛋白质呢，作为一种能量来源，主要是用来建构我们的身体。假设脂肪与水是建商与设计师的话，蛋白质呢就会是建材。没有了建材呢，就会只剩下建商跟设计师在那边互相干瞪眼。好，你赢了。所以没有蛋白质真的无法建构并且维护我们的身体。现在带来了解适合现代社会的几种饮食方式，让你更了解食物与加工食品。Say hi, nice to meet you, and let's talk。而蛋白质的重要之处在于呢，它会让生物体产生我已经饱了的这个讯号。当蛋白质被满足后呢，就会停止进食。就像只要建材足够了，建筑工地上就不会堆更多的建材。现在很多房子都会扫建材，但多了一些保特瓶啥的。有的有趣的实验可以带我们理解，这实验召集了10个人，并分成2组，在接下来的10天呢，都在山上中的一个小屋度过。在这10天中呢，会提供2种完全不同的自助餐，一组是富含蛋白质组，像鸡肉、猪排、火腿、鱼类、优格与牛奶制品；另一组是缺乏蛋白质组，有可颂、松饼、面条、水果与蔬菜。每个人在早餐、午餐、晚餐，我是 Hook。我是说，早午晚餐都可以无限取用，反正就吃到你饱为止就对了。在严谨的饮食实验中呢，我们发现富含蛋白质组的这5个人呢，他们会在进食间不知不觉地维持蛋白质的总量。相反的，缺乏蛋白质组呢，他们竟然比平常多吃了35%的卡路里。但在这个时刻，你以为参与实验的只有仅仅这10个人吗？其实全世界大部分人多多少少都参与了这个实验，所有人呢都从一个巨大的餐桌上拿取食物，去满足我们对蛋白质的渴望。现在去超市跑6圈，大概1600公尺，我们能发现能满足蛋白质的食物实在是少之又少。我们都是在找寻蛋白质的过程中吃下过量的脂肪与碳水化合物。大家吃鸡块吗？也对，素食。很多人都会把素食呢当做一个很好的蛋白质来源，但事实上呢，这个油炸过的鸡肉团子，它其中的至少60%是由脂肪构成，还有25%的碳水，剩下的15%才是蛋白质。或者拿我曾经健身完都会嘴馋的洋芋片为例，烤肉味的，它把浓缩后的烤肉味道跟洋芋片融合，送进我们的味觉与大脑。但进入我们的身体中的几乎只有碳水跟脂肪，我们吃得津津有味，下意识觉得哇，我们蛋白质这个部分要被满足了，但却不知道我们得到的只是稀释过的蛋白质啊，稀释过的高可能就像那晚下个小雨，我牵着你的手，安抚你心中深处沉重的伤痛。本以为我会走入你的内心，但隔天却看到他与其他男人在幽会，得知原来我只是个用完即丢的 OK 泵。好咯，太沉重了，那是我朋友的故事啊。对了，我朋友都还知道他是有过客，但我们却不知道我们得到的只是稀释过的蛋白质。所以下次去超市的时候呢，请你能尽量避免就避免这种蛋白质诱饵。只要你知道如何分辨蛋白质诱饵，哪些是诱饵，哪些不是，相信我，你分辨渣男渣女的眼光也会更准。我超不会眨眼。这带出了我想介绍的第一种饮食法——蛋白饮食。你的每顿餐点都要有足够的蛋白质，这样才能够让你止住饥饿，自动停止进食。这是唯一一个可以让你自动少吃一点的饮食法。
在一个科学家的团队研究报告中呢，把超过2300位测试者的饮食数据收集后，发现高蛋白质饮食比低蛋白质饮食让我们减轻更多的体重。但是如果你肆无忌惮的摄取蛋白质，长期下来不但不健康，还会加速老化。所以呢，吃对蛋白质特别重要。这边呢，感觉就要业配，对不对？但是并没有。蛋白质分成动物性与植物性蛋白质两种。动物性的像是肉、鱼、乳酪、香肠、培根、奶油、蛋等等；植物性的像是豆类、坚果与蔬菜。说到蛋白质呢，我们通常会先联想到肉类吧。但是你知道吗？动物性蛋白质摄取过多的话，会加速老化，并且增加患上老年疾病、高血压、糖尿病等风险。而植物蛋白质呢，不仅无害，它还能够预防很多动物性蛋白质所带来的种种疾病。根据哈佛大学一项新的研究，多吃植物性蛋白质可以预期的寿命比较长哦。这样子我们知道，合理的分配植物性与动物性两种蛋白质的量也是特别重要的。这边有张表格呢，显示出你平常吃的食物到底含有多少的蛋白质。这个呢，能够让你在开心进食的同时，也多少对你吃下肚的东西有点认识。然而，你听完上述蛋白饮食啊，多说一个蛋白，你发现，其实我没有很喜欢吃蛋白质，我对蛋白质过敏。那这边有另外一种饮食方法，非常懒人，也可以推荐给你。假设你的目的是瘦身，有另一种饮食法非常懒人且十分有效，叫做饭后一口乳酸饮食。我们都知道，脂肪分为皮下脂肪和内脏脂肪。皮下脂肪就是用手摸到的身体皮肤下的脂肪，占全部脂肪的80%以上。而内脏脂肪呢，主要存在于肝、胰、胃、肠道等腹腔器官的脏器周围和内部。这个饮食法呢，着重在内脏脂肪，很多水桶腰啊、脂肪肝都是因为内脏脂肪所引起的。顾名思义呢，饭后一口乳酸饮食，3餐饭后呢，吃带有乳酸菌的食品，并能够有效抑制肠道中的发炎反应，进而让内脏脂肪的增长得到抑制。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对此进行一个研究，他们让老鼠吃富含脂肪与糖的饮食，随着时间过去，老鼠不仅外表变胖，内脏脂肪也全部都肿起来了，像气球一样。接下来呢，他们给其中一只气球老鼠餐后都吃一点优格，乳酸菌进入大肠，把发炎做抑制。内脏脂肪看来是遇到对手了哦，不是，是天敌。这只气球老鼠呢，有因为吃了优格就泄气变成普通老鼠吗？嘿嘿，它只是从大气球变成小气球。Why？ 因为它还是继续吃着富含脂肪跟糖的饮食，所以啊，这个饮食法不是万灵丹啊，你吃什么进去还是十分重要的。它很适合一些外食族或者是没有时间煮饭的人。你只要在每餐过后呢，吃一点带有乳酸菌的产品，如优格、优酪乳等等，就能够很有效的抑制内脏脂肪的发炎与滋生。总结来说呢，不管是什么饮食法，都是套用在我们身上的外来计划。在我看来啊，许多饮食法都太僵硬了。很多时候我们在执行新的饮食法的时候，一开始总是会成功，因为我们总是怀着高的动机去执行。但后来呢，总是因为很多种种因素而失败，像是做出来的菜不好吃，会引起胀气、恶心等等。结果我们越吃越少。像是我有个女性朋友，她在尝试高脂肪、低碳水饮食法时，都会吃一些坚果与橄榄油，但晚上她睡觉的时候总会失眠，因为她体内呢总是有种阻塞不通的感觉。很显然，她的身体不适合这种饮食，低脂肪饮食会更适合她。所以由此得知，最适合你的饮食习惯，只需要根据你的生活习惯、饮食习惯所选择出你可以实施最久的这个饮食法，就是最适合你的。日常生活中呢，你可以尽量去选择没有加工过的食物，也就是直接从大自然来的，甚至呢是没有包装的食物也可以。OK， 感谢大家听到这边，以上就是2种饮食法的介绍啦。从来没有碰巧的减肥成功，也没有白费的努力，你的日积月累呢，终会成为别人的望尘莫及。祝大家呢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生活习惯、饮食习惯，找出最适合你自己的饮食方法。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